擂台上，维克托和对手互有往来，我来几记抱摔，你还几脚飞踢。突然，维克托抓住机会，一记重拳直接 KO 对手。这才进行到第一回合，比赛总共才打了2分多钟。维克托绰号俄罗斯铁拳，作为格斗界的天才选手，下一步这位擂台新星的目标将是夺取世界冠军。赛后的庆功 party 上，经纪人正在对着维克托狂吹彩虹屁。一位油头男走了进来，身后还牵着一个金发美女。油头男绰号鲨鱼，他是有名的拳坛黑手，专门操控选手打假赛，并从中获利。鲨鱼上了一阵虚伪的寒暄，但维克托并不是很想鸟他，像个痴汉一样盯着身后的金发美女，眼睛都不眨。鲨鱼没有办法，只能单独把维克托拉到一边。他想维克托参与到自己的黑幕交易中，被维克托断然拒绝，两人因此闹得很不愉快。维克托离开后，径直去找金发美女，她叫维拉，两人之前就认识，这次也调情调得很顺利。远处的鲨鱼狠狠地盯着，脸上扫过一道绿光。鲨鱼想把维拉带走，维拉不肯。争执中，维克托一记直拳，鲨鱼直接飞出5米远，嘴角鲜血直流。维克托也不想继续闹事，带着维拉离开。停车场内，俄罗斯铁拳正忙着进攻，鲨鱼领着一群黑衣大汉围了上来。维克托这种级别的选手，这些小喽啰来10个都不够他打。一番拳打脚踢之后，鲨鱼一看自己的人都不行了，于是开始耍赖皮，把手枪掏了出来。维克托见势不妙，驾车带着维拉逃跑。双方又在市区里开始速度与激情，维克托的车被撞得稀烂，还被逼入了一座大桥。此时大桥的桥面正在抬升，维克托没有犹豫，直接踩下油门冲了过去。可惜汽车并没有完成一次精彩的飞跃，而是来了个倒栽松。虽然躲过了鲨鱼的追捕，但维克托却因此伤得非常严重，全身多处骨折，最致命的是头部的损伤。医生给维克托的擂台生涯判了死刑，他已经不能在擂台上战斗了，脑袋上随便挨上一拳就很有可能要了他的命。维克托还没完成的冠军梦想被迫戛然而止。出院后的维克托意志消沉，几乎成为了一个废人，整天沉迷在药物和酒精中。维拉对他不离不弃，一直在悉心照料，还在不断的想办法给他筹集医疗费。一天，两人在公园散步时，维克托突然晕倒在地，他的颅内严重出血，需要做手术才能挺过来。维拉没有办法，他只能找到鲨鱼，用自己的身体换来了手术费。先是职业生涯结束，然后又失去了自己的爱人，接连遭受打击的维克托只能失望地回到了俄罗斯。不久之后，鲨鱼在一次赌博中输了很多的钱，一个债主找上门来，对着鲨鱼一顿凌辱。鲨鱼被迫无奈，想出了一个捞钱的计划。维克托已成为废人的事还没有几个人知道，他的心气儿也还在，肯定想重返赛场。我们只需要刺激刺激他，把对手安排成强大的世界冠军美国选手台风，他肯定就会乖乖的回来比赛，而且必输无疑。我们只需要在赌局里作假，钱就会大把大把的有。鲨鱼还找到了维克托的经纪人，买通他，说服维克托回来参赛。得知消息的维克托看了看自己以前比赛的高光时刻，重新获得了动力。他开始进行恢复训练，去河边慢跑，但是没跑2步，便感觉天旋地转，头痛欲裂。唯一能支撑他的只有赛场上的荣誉。从小把他带大的教练坚决反对他的自杀行为，他告诉维克托，你要打我就走。但维克托已经拿定了主意，这场比赛他非打不可。但是在训练中，维克托还是经常会出现头昏眼花的症状，有时候还会疼得直接倒在地上，他离最佳状态还差得很远。一天，维拉突然来找到维克托，他是来阻止维克托参赛的。原来维拉那天在门外偷听到了鲨鱼的计划，但是维克托依旧对维拉的警告置若罔闻，他坚持认为参加这个比赛是他自己的决定，并不打算放弃。维克托找到了教练，这是他唯一可以信任的人，他的真诚也打动了教练，说服他回来继续帮助自己。教练详细分析了台风的作战特点，维克托的训练也越来越有针对性，状态也越来越好。但是在一次训练赛中，维克托的头部轻轻挨了一拳，便顿时昏头转向，长跪不起。他的身体隐患依旧没有消除，教练和经纪人开始考虑取消比赛，但维克托这根箭早就架在了弦上，不得不发。与此同时，鲨鱼也发现维拉进来又开始与维克托有接触，醋意大发的他把维拉控制在屋里，维拉一想要离开便是一顿殴打。一天，维克托偷偷找到维拉，并告诉他自己不会再让他离开了。维拉也摆脱鲨鱼的魔爪，回到了维克托的身边。比赛很快到来，当天下着暴雨，但场馆外依旧排起了长龙，现场也是座无虚席。马上就要比赛了，维克托却发现自己怎么也联系不到维拉。鲨鱼来到维克托的休息室，他警告维克托自己已经押上了一切，全部拿去赌维克托输，而且还绑架了维拉，只要你敢赢，那么维拉就立刻会死。俄罗斯铁拳对阵美国台风的世界冠军争夺战正式打响。比赛在俄罗斯本土举行，所以现场观众几乎一边倒的支持自己的国家英雄。第一回合，维克托稍占上风，但即便如此，头部的伤势依旧大大的限制了他的发挥。第二回合，台风一上来就瞄准维克托的弱点头部进行疯狂的攻击，维克托难以招架，甚至还被一记飞脚踹下了擂台。第三回合，维克托的劣势更加明显，他被台风骑在身下。
下不断的猛击，维克托根本无法反击，眉骨也被打开了花。好在回合结束的铃声及时响起，否则维克托就会输掉比赛。与此同时，经纪人在维克托的指示下救出了维拉，但经纪人自己却被保镖打晕。维拉跑到维克托休息的脚处，握住他的手，给予他力量。第四回合，维克托重振旗鼓，一记抱摔把台风按倒在地，然后锁住了他的手臂，但很快被挣脱。台风在反击中再次攻击维克托的头部，维克托很快就坚持不住，跪倒在擂台上。稍微喘息后，维克托高举手臂，以胜利者的姿态重新站了起来。现场观众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。比赛恢复后，台风在编绳处锁住维克托的喉部，维克托拦腰抱起，一记漂亮的翻摔再次占据主动。他顺势骑在台风身上，拳头如同场外般的暴雨般落下，一拳、两拳、三拳，台风早已无力招架。裁判推开维克托，直接宣布比赛结束，维克托赢了。他终于兑现了自己的承诺，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戴上金腰带，成为了世界冠军。他战胜的不光是强大的对手，更是自己。赛后，维拉送给维克托一个礼物，一件铁锤状的挂饰，俄罗斯之锤不负其威名。